大家好，我是 Tracy 心莹，欢迎来到我帮你请了一天假。很可爱耶，这样小船，这个风景真的很美耶。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吉隆坡的蒲种，在我身后的就是一家三明治专卖店 Sandwich 蒲种。那今天呢，我们的请假单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们要帮段爱婷请假，而且她还是这家店的店长哎，我们马上去看一看吧 ，Let's go。爱婷有在吗 ？OK， 老板，我们要2份 sandwich。哦，来。吓到你嘞！我们是拍摄团队，因为你的员工觉得你工作很辛苦，所以他就帮你请了1天的假期，所以你今天就跟着我们走啦，不用做了。这样店怎样哦？哎呀，你去玩啊，这边交给我就好了啦。去啦。咁樣嘅 ，OK， 好，走咯，這樣子。OK， 走啦。OK。怎样？你有吓到吗？有啦，突然间这样多人在我的店里面。哎，我们这个请假单都帮你准备好了，所以你的员工就是要让你今天跟着我们出去玩了咯。啊，今天没有店长了的哦。他们就是要自生自灭的意思啦，给他们。对对对。OK， 可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啦。可以。我要先跟他们交代一下，然后我再跟你们走 ，OK？OK， 好，你去吧。OK， 好。任务完成。那一条就是雪邦河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还不在双溪比利哦。我现在搞不清楚状况哎。其实你搞不清楚状况是对的，因为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原本也是不知道的，是节目组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去到双溪比利可以这样做。船来了，我还以为你要我游过去啊，吓死我！我们上船来。OK， 很可爱耶，这样小船。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渡轮啊！对呀，而且很神奇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在森美兰州，只要我们跨过这一条河，去到对岸，就到雪兰莪州了，马上跨州，才短短几分钟哦。对呀，可是为什么会用这种小渡轮呢？哦，因为以前呢，在森美兰州有一个地方叫做Bukit Belando，那个地方那时候还在开垦时期，但是在双溪比利那里就比较发达，有比较多物资，所以居民就从森美兰州这里坐这个小船去到双溪比利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啊，还有一些物资，他们搭这个小船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这样讲起来的话，以前的人还蛮有生活智慧的哦，会用这种方式节省自己的时间，很聪明有没有？真的哦。哇，这里真的很美的风景，很疗愈，整个很悠闲，有没有？对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河边都是红树林？其实红树林对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它的根是扎在泥土里面的，所以它可以帮助过滤掉海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从而让我们过滤净化这个海水。我们就放松心情，跟着这个步调。这个短短的几分钟。对，短短几分钟。等一下带你去老街看一看。OK。双溪比利就是在这里。对呀，其实它距离吉隆坡没有很远罢了哎，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啊，真的。其实双溪比利这个大的牌匾上面就写着双溪比利新村，这个新村其实是以前马来西亚紧急法令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产物。然后里面这一条老街，它还是有很多一些面店啊、包店啊，或者是杂货店，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走一走，体验一下这个老街，好不好？走啊！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这里叫双溪比利啊？据说呢，刚开始这个地方不叫做双溪比利，它是叫做雪邦5支，就是5英里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做双溪比利啊？其实就要研究一下马来文的 Sungai Belit 是什么。Belit 就是奇怪的意思啊 ，Sungai Belit 就是奇怪的河流。据说呢，就是早前啊，每一次涨潮的时候，那个海水流入雪州的双溪比利河，形成一个溢流。当时候啊，大家就不明白为什么嘛，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才会这样子来命名。原来如此，所以说雪邦这一带也在很努力在发展着他们的农业跟旅游业咯。对呀、
那双溪比利这里有什么特产啊？哇，双溪比利这里最特别的就是他们的火龙果，所以等一下我要带你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出发啦！这边就是火龙果园啊！对呀，你没有想到火龙果长这样子，对吧？还真的没有，没有看过。其实呢，双溪比利这里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其实不只是有很多的历史，它还有很多的大自然。等一下，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火龙果园，其实它算是一个比较创新型的农业哦。等一下我们就去了解更多。OK， 喂，我看到很大的火龙果，走走走。拍不到哦，我们叫工作人员帮我们拍。可以帮我们拍照吗？可以啊，没问题。OK。你们看一下，其实你找对人了，这一位呢就是 HL 火龙果园的负责人Eugene。Hello， 你们好。他是艾婷，对，今天呢我就带着他还有我们一起来这个火龙果园这里，要让你去教一教我们关于火龙果的一些知识，好不好？好啊，可以，没问题。那我们一起走吧 ，Let's go。所以现在我就带你们来体验怎样采火龙果了。哦，这里已经有一粒了，我看到了，刚刚已经有一粒，看到它。哪里 ？OK， 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去采这个火龙果呢？采火龙果前，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好，因为每个火龙果呢，它的枝干上面都有刺的啦，所以要非常小心。这个就是火龙果了。我们要怎样辨别出它已经成熟了呢？我们主要是看它的颜色啦。红色现在很红，应该熟了。对，它如果是说还在青色的话，就代表它还没有成熟。它转红了之后，你可以看它表面层好像有光泽这样子的哦。对，来摸一摸，来摸啊！对。那个城市来的孩子没有看过火龙果树，没有试过采火龙果。对，所以就这样子，因为它的这个火龙果呢，它每个方向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大家可以抓着这个枝干跟火龙果一起来。OK， 然后等一下我们剪的地方呢，我们就剪这个地方了。就是在它的最根部剪一刀是吗？对。哇，艾婷，你要试试看采火龙果吗？可以吗？好，可以啊，来啊。没有试过，人生第一次采火龙果，有点紧张。要小心枝干哈。OK， 我要把你挡着。你把它拉。对。OK， 剪刀开大一点啊，开大一点。OK。有点不顺手，因为这边有刺，它一直刺到我的手。OK， 来。其实采摘火龙果真的不简单，对不对？真的。3、2、1，采！哎呦，不要剪到皮哈。OK， 哇，真的，它好吃哦！哇，你成功采了一个火龙果哎，很美啊！这火龙果真的很新鲜，算是刚刚成熟的，对吧？对，刚刚成熟。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火龙果，而且我是曾经想过自己在家种火龙果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自己家种火龙果？可以啊，其实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边的园地，我们也是有provide 给大众怎样去种植火龙果。真的？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可以啊，走，我们一起去。走，我们去种火龙果了，走。好。Eugene，其实我看到这里很多的一些火龙果树，它都还是没有果的。对，其实它火龙果的生长周期呢是1个月左右了。对，现在的期间就暂时还没有了，还在开花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一棵真的是很幸运可以采到它。对呀。好，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在这里种火龙果，对吧？OK。其实我想问哦，就是这个红色的火龙果，它是属于什么一个品种的？这个红色火龙果是叫 Red Ruby 咯，如果是华文的话是叫红宝石。红宝石，对，珍贵哦。所以其实我们是要用这些它的枝，但是怎么种呢？其实这个呢，就今天比较特别，我就准备4个品种来给你们。哇，原来火龙果有4种品种啊！对呀。等一下，有分别咩？这个是哪一个？红宝石。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红色的。就是这个了。你看它的特征呢，其实呢，你可以发觉到，其实它的这个表面呢很平坦，白色的来做一个分别，你们就看得到很明显。对，你们可以发觉到什么吗？它有那个云朵状，对，海浪的形状。所以就是我们看它的枝干的特征哦，就是可以辨别出什么品种。所以这个就是白色的呢，就是叫 Honey White 蜜白了。这一个就是粉红色的咯。它跟这个红色好像没有太大的分别，对吧？对，你可以看到呢，它稍微有波浪形的。
哦，如果跟这个红色的来做比较的话，你可以看得出，对，看它带稍微有一点，可是又没有到白色这么样的波浪中间啊，对对对中间这样。然后这个是黄色的品种哦，它长得比较怪异一点的。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一个形态，其实它这个就比较没有这样幸运，比较有一点烂的血。但是它的整个外形和其他3个什么分别呢？辨别度其实是不是很高啦？哦，这个主要呢，我们是要看那个果肉了。哦，生出来的时候的颜色，对吧 ？OK， 好，那我们了解过这4个品种，我们直接开始种植吧。OK。Tracy， 你拿的方向就错了哦。它的根部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根部咯。我们会选用那个火龙果干呢，如果是比较老的枝干，我们就去下来，就把它四周围的这个东西削掉咯，只剩下它的主干咯，做成苗了。我们怎样种呢？我们就把它挖大概一个5 cm 这样子的深度，我们必须要靠着这个这样的 space， 因为等一下我们种的时候呢，这个是靠着它的，因为火龙果呢，如果是吸附在任何表面，都是会生长出来。哇！它的那个生长能力好强哦！对呀，很随和它，很随和，很随和。但它腐蚀这一边呢，会影响它的品质的嘛？这个是它已经是修复回来了的，就是已经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这样子。哦，所以它难免会受伤，但是会疗愈就好。对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泥土盖下去咯。盖下去，哎，其实好像还挺简单的哈。对呀，只是讲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够积到水了。不能够弄到水是什么意思？你注意到它，其实我们也把它拱起来了。对，每一个都有哎，其实。对，所以就预防它积水哦，因为积水就对它不好啦。就好像你刚才有说过，火龙果是怕水的植物，对不对？它是需要干。毕竟它和那个仙人掌是同一个家庭的，同一个家族。所以就帮忙一下啊，绑起来。OK， 对，然后就把它固定了，就怕万一在户外嘛有什么风吹雨打，它就不会掉了。好，那我们种完火龙果之后，我们就去品尝一下火龙果美食，好不好？饿了，对吧？走吧，走吧 ，Let's go。做劳力就会容易饿，真的。哇！很多食物。对，这里呢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家火龙果主题的清真餐厅。现在桌子上的所有一些食物呢，它都是有火龙果元素的，而且很新鲜。刚刚我们是不是在后面的那个果园那里采摘火龙果，直接在这里料理出来？这个呢就是火龙果咖喱面包王，这个是火龙果福州面线、火龙果汉堡、火爆虾、火龙果椰浆饭，连饮料都是火龙果的啊！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菜色，所以我们马上来开始吃，要不要？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火龙果咖喱面包王开始吃。那还真的跟平时我们吃的咖喱的味道不一样，有点酸酸辣辣的那种感觉。它是有26种的那些印度香料来制成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它的这个面包，它很特别。你看它这个面包粉红色的有没有？它是用火龙果。我看到它有那些黑色一点点的东西，种子，对不对？还蛮有创意的，感觉很不一样哦。再看味道。它的面包很有嚼劲，对，是不是？真的。所以它搭配那个 curry 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刚刚好。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那个福州面线，因为它好像用那个火龙果酵素来做的，而且其实这个面线啊，它是有一个由来的，因为其实双溪比利这里是有很多的福州人的嘛，所以福州人他们在过年过节或者是一些节庆的时候都会吃他们的酒糟面线，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改创意做了这个火龙果面线。这个是我想要吃的面线，因为刚刚它端出来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香味很浓厚。这个nasi lemak它的颜色其实是用火龙果来制成的，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它把火龙果融入在饭里面，但是吃起来又很好吃，它不会觉得很像很奇怪的一道料理这样子，是不会突兀感觉，对，就很融合在一起，就是很 match 的感觉。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创新啦。大家以前没有想到哦，你现在想到了，研发出来，就有很多的人会喜欢，真的很不错。在另外一种方面，也给了我一种感觉可以把火龙果这个元素融合在我的 sandwich 里面，这样子应该是会蛮创新的。对，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挺搭配得到的，对不对？感觉不错。
艾婷，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开这个三明治专卖店呢？机缘吧，我觉得就是时机来到了。做不了，反正 just do it， 就做不了，就是接触那个机会。因为其实它也是我本来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来的，其实没有想过会在今年就完成了这个 to do list。而且你本身是店长对吧？其实店长呢，你每一天在店里面的工作是什么？很多人都以为店长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啊？收钱哦，管这个管那个哦。没有了，现在手做罢了，就是什么都要做，一脚踢。店里面的从里到外。大到小，都是你要去 take care 的东西。你是怎么样去应付这么沉重的一个工作内容的呢？就是因为喜欢了，其实有时候啦，确实会挺累的，这个是真的啦。但是你想一想，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因为我除了经营这个三明治店这个 sandwich 之外，我自己本身。是一名剪辑师跟内容创作者。早上我要去店里面忙店里该忙的东西，然后晚上就是剪视频啊、想 content 啊，有时候出外景啊那一些咯。你是斜杠青年呢？对，我是青年。而且你很斜，你斜了好多事情哦。对，这些都是自己人生里面想要做的东西，是真的是很开心啊。然后自己也蛮 enjoy 那个 moment 的。就是你会知道说，其实很多方面接受到不同的能量跟那种成就感啊。你真的是热爱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这个才是能够让你自己成长，让你自己感觉到满足的一个事。所以我真的蛮喜欢我现在这个斜杠的生活状态的，很有成就感，不会觉得说我在浪费每一天，而是说我在创造每一天。哇，听起来其实真的很有意思。是那种很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只要你去做就行了。对，就做罢了，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去浪费。那我们在吃完这一餐过后呢，带你去喝真的是好喝的咖啡，好不好 ？OK， 我就看看有多好喝。好，我们继续吃吧。哇，你真的很厉害，找了一家咖啡店，我一进到来哦，就闻到那种很香很浓的咖啡味哎。对，而且我告诉你，这家店它很厉害，它是从1943年创办的，到现在应该有80年了，而且现在是他们第3代正在经营的。Hello， 哇，我们的桌子上都是好多的美食，还有咖啡，我觉得就是这个味道。对，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咖啡，传统潮制的咖啡，你们要来介绍一下吗？好，来，我为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得奖咖啡 Drip Back Coffee， 他今天特地来给你体验，因为听说你也对咖啡也略知一二，来取经啊，来取经，所以这个让你体验自己冲这个 Drip Back Coffee，然后呢，这个是招牌的奶咖啡，然后还有当然也少不了的是我们的这个火龙果咖啡，这个味道是很特别的。猜一下这个是什么？啤酒。所以这是我们的皮卡酒，皮卡酒。对，然后因为它看起来像啤酒，其实它是 cold brew lemonade 来的。就让那个啤酒爱好者来先试第一口啤酒。但是我喜欢喝咖啡。OK， 好，那你试试看。我很喜欢它的味道，因为我本身喝咖啡，我喜欢喝那种比较 classic 一点的，这个的口感喝下去的时候很顺滑。我觉得这个火龙果咖啡是我蛮期待的，因为双溪比利这里最出名的就是火龙果，然后就是咖啡豆，把这2个代表性的东西掺在一起，到底是什么味道？试试看。这是我会喜欢的，我是喜欢那种甜甜咖啡的人。其实那个火龙果的分量还蛮多的，所以当你搅了之后，你这样每一口都会吃到火龙果的那个果肉。所以我比较想要看艾婷表演。好啊，我们先来看看艾婷表演。看那个手势就觉得很厉害。它是什么咖啡呢？这个它是我们 Pure Liberica Coffee Bean， 这是我们另外有精选过的那个咖啡豆来制作而成的。然后我们是采用木炭烘焙。而且这个的咖啡豆真的是我们一颗一颗手工在筛选出来的，对，所以它喝起来会更加的干净的感觉。而且你看它的颜色是很剔透的，对，非常的清透。在等着这个的时候，可能我现在试试看这个，这应该是 best seller 对吧？对。我觉得你们很贴心，也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罐装，所以可能大家可以直接买回家去喝。
对，因为有些人他们很喜欢喝，然后就想说，哎，在家泡不到这样的味道，所以这一个呢，他们带回家放冰箱，还可以收一个5到7天这样子。它是非常顺口，然后喝下去你不会觉得太苦，也不会觉得太甜，我觉得是刚刚好的。有些我等不及了。来，我们马上爱婷喝喝看这个，我已经等不及了。就真的很中西合璧，有回甘的感觉。它不像是我们外面喝到的那种西式的那种冲泡的感觉，但是它就是会有那种像你刚才讲的那种木炭的感觉。哦，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对，其实我觉得你们这里的咖啡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包括好像我们刚刚喝的这个 drip coffee 还有火龙果咖啡都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你们的咖啡豆上，你们真的是专家。我们来聊一聊，你们做咖啡也做了80年了嘛？这80年其实，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吗？第一代就从我爷爷开始，所以我爷爷开始做这个咖啡生豆制作，也就是说从那个咖啡果开始制作成就是咖啡生豆，然后来到第2代，我爸爸就开始进行了这个烘焙的这个阶段，然后开始批发到给就是咖啡店啊，就来到我们第3代，然后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过后还有就是研发很多可以 direct 人家可以来到Sungai Pelak可以体验到。现在我看到你们蛮多产品一下咯，对，是这样子去开始一步一步的研发出来。其实我们也是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来纯咖啡的话，我们就把它便利化。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做加减那样子啊，可是我们做的目前还是没有糖的。就是如果你喜欢糖的话，你在冲泡方面你还是要自己加糖，对。因为有些人他们喜欢喝传统黑，有些人喜欢喝纯咖啡啊，所以我们的糖都是放在桌子上面。那你喜欢的话，你就自己加咯。哇，今天听了你们讲那么多，我觉得我真的是本人获益良多。毕竟你们2个都是餐饮业者，然后其实今天来到这里又看到很多传统的食物，加上一些新的一个思想，我觉得这样子的碰撞其实都非常的棒，也需要新一代的人有那个心力去把这些东西给做好，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我透视到了，透视到，回去就好好经营你的店。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念啊，跟我们就是我做东西之前，只要我相信，那我就做了，它才会成功。那如果我连做的时候我都不相信它会成的话，它就不可能会，对，它就不可能会成。而且你要带出来，你要带给人的东西是什么？对，突然间毛孔胀起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赞成。我觉得这个就是传统和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怎么样，爱婷？你觉得今天怎么样？我觉得你很会安排行程，是真的第一次来到双溪比利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是，但是你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下来，你觉得哪一个地方是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最好玩的吗？今天我们去的地方包括那个火龙果园，还有元记号跟角度轮，都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在当地的文化里面，它真的保留着你现在已经在城市看不到这些地方了的。同时也在提醒着我，不要只是工作。其实出来走走，真的是一个给自己，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养分。我很开心的一点就是，今天你带我去见了那么多不同领域的人，然后跟他们取经啊。我看到其实你在和他们交谈的时候，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听他们说话。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听故事的人，说故事的这些人，他们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经历。当他们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这一些都是很珍贵的。跟他们接触之后，我也发现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胆创新。真的，就是他们有那一种很有毅力的去相信他们所做的东西，跟很坚定的选择他们做的东西，也让我更加相信我自己现在做的东西更应该要坚持去做。不管结局是好还是不好，你中间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它就是你这个养分。对，今天其实我听你讲了那么多，我还蛮开心，带你出来，你得到了那么多的一个收获，我也很开心。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我帮你请了1天假就正式的结束啦。下一期的话呢，我们还会请更多的一些职场人来和我们一起体验生活。那我们就先和观众说拜拜啦，拜拜。